我们今天再画一个4条屏吧，再来画一套调屏。到时候我们也画成四条，组成一套。好，这个接近绣球的吧，这一朵，我们先来写成这一朵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先画这一朵，好不好？画这一朵可以吗？其实它不是很绣球啊，就是有一点正面啊。当然，绣球它有各种形状，我们分解的时候就是分解比较形象、比较特征比较明显的。那其实这个绣球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形象。好了，就这一朵。那我们大概的来构一下图吧啊，构一下图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一个深色的4条屏啊，深色的4条屏，4尺调屏。34.5 138乘以34.5，那我们还是一样找一下中线的位置，大概构一下吧。好，这里来画一朵，旁边再画一朵，从这里出枝吧，出枝叶子，这里可以画满它，啊。这里可以画叶子。上面我看一下怎么画好呢？想一下，可以上面来一个老枝干吧，来一些嫩芽什么的。来一些嫩芽，然后我们再看情况。如果说我们后面再要画层次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后面这个枝干后面再画一些后面的一个层次啊。这个看情况，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画面画得更满一些，我们就可以这么画。如果不想画太满，我们就这样子，2朵花加上一个老枝干这样子，或者是画一个花苞，也就完了，也就可以了。好，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。那我们刚刚那一朵花，再来看一下它的颜色啊，刚刚这朵花它都是深色，颜色特别的深。特别的深，来看一下，颜色特别的深。好，颜色，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这个颜色，好不好？看一下这朵花有什么颜色啊？看一下这朵花有什么颜色组成。第一个，这个底色的话，这朵花就不需要底色了，这朵非常的深。这朵可以不用底色啊，可以不用底色。牡丹红、蜀红、胭脂墨。可不可以玫瑰红要不要加呢？我们加一个玫瑰红好不好？那加点玫瑰红吧。玫瑰红，太极蓝也可以啊。玫瑰红、牡丹红、牡丹红、蜀红还有啊，蜀红。胭脂，辅助颜色我们用一点太清蓝，用眼墨。好，用点太清蓝，用点墨。好，我们开始来挤出这个我们要用到的这些颜色。玫瑰红。当然，玫瑰红的话，玫瑰红的话，你们可以选择用那个画魂里面的玫瑰红，它会更接近一点啊。可以选择这个玫瑰红，它的颜色会更相近一点哈，更相近一点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色调啊。啊，这个画魂的颜色，这个玫瑰红它比较梅一点，梅色偏重一点点。当然没有的话，你们就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哈。没有这个颜色，你还是直接用
玛丽牌的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。玫瑰红、牡丹红、曙红、胭脂。还有墨的话就在另外一个盘子，我们就不放在这个盘子里了啊。好，把笔先洗一下啊，笔干了的话，先在水里面让它柔软一点点啊。我们先把这个画的笔先洗一下，然后笔肚里面有水分，我们有水分，你看一下这个颜色的色调，这是画浑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玛丽的，它颜色是有一点点区别哈，它这个是偏红一点，看了吗？玛丽牌的这个玫瑰红它偏红一点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玫瑰红色啊，玫瑰红色，看到吗？好，把这个玫瑰红调多一点哈，调到整个笔肚上去，我们画这个深色的花，今天是没有加底色，直接加水哈，但是颜料一定要调久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看一下我调一次调多久？就有些家人们就是没有这个耐心，调的不够久，所以这个颜色画起来总是不均匀。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，每一个颜色都要调多一点哈，调饱满哈，一定要把颜色调饱满。如果说你刚开始你调的不够饱满，你画的时候它是显得很深，但是它干了之后它就显得很浅了。好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胭脂哈，好，太清蓝还没有放出来啊。太清蓝基本上我们在等它补正瓣，咱们补正瓣的时候我们才去用啊，现在基本上不用哈，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。总显得有点干哈，有点干怎么办呢？颜色有点干，有些家人说没有加底色的时候颜色有点干，你们怎么处理？怎么处理的？之前我有教过你们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还是调一点底色放到笔肚里面去，它会显得更滋润一点点啊，如果光是水的话，它是没有这个粘合度，所以我们调一点点底色进来，太白，好，调一点点很稀的，就是把这个稀的底色当水用啊。对，调一点点底色，然后再洗掉也可以啊，不洗掉，对，洗掉，把笔尖上洗掉啊，胭脂我们在这里弄一点就行了。好，调一点底色，就是当你觉得笔上不够滋润的时候，因为笔的毛里面它是光加水的话，它没有粘合起来，它是有点干的。好，我们先调一点底色放在旁边啊，就是这种底色可以调稀一点啊。然后呢，你再去把笔尖，因为我们有底色，如果直接去调颜色的话，它可能会影响这个颜色的深度。我们把笔尖哈，在水里面洗一下，就洗一下笔尖哈，然后再吸掉多余的水分。你看一下，这里面是有底色，前面是没有底色的啊，前面可能也有一点点，就是我洗了一下。来，我们再来调哈，还是一样，先调这个玫瑰红调久一点，然后调牡丹红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曙红，然后胭脂哈，来再来看一下。现在我们画这个颜色就会更滋润一点点，看到没有？它不会显得那么干，知道吗？看一下刚才画的这些笔，它就很干。
然后现在呢，它会显得滋润一点点。这是一个小的一个诀窍，一个妙招，就是我是有告诉给大家哈，大家都听到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了。既然颜色调的可以了，我们开始画了啊，开始画了。这个玫瑰红还是要再多弄一点进来才行。来，玫瑰红再来一点啊！这个玫瑰红等一下一会儿就用完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作品。4条屏哈，调平，再画一个4条屏。好，这个我们中线折一下，折一下中线。拿这里已经折好了中线，折好中线，我们找到这个中线的位置。好，前面的2朵花，我看一下，在前面2朵花我们画在这里啊，画下一点点，那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啊，差不多这个位置。好，差不多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大家先框好第1朵花的位置啊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玫瑰红、牡丹红、15红。胭脂，好，前面我们先来画前面这个球，绣球形啊，绣球形，它前面这些球的地方都是一些碎花瓣啊，碎花瓣它没有正反瓣，也没有太多的规则，就是只有大的规则哈，我一直给大家讲大规则是什么。大规则是什么？花瓣的大小变化，颜色深浅变化啊。好，我们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哈，补充一点。好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任意的去组合。那为什么会留一些缝隙呢？留一些缝隙，我们到时候是要加更深的颜色啊，要它深浅变化更明显一点。好。这些花瓣我们去组合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，笔尖要随时去补充这个深色的，笔尖随时补充深色的颜色。好，这些随意的去画，你看我现在画到这里，又画到这里来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？就是绣球这个球的地方，只要你把它组成了就可以了哈。只要你把它组成一朵花，里面的花瓣你可以不用去太在意它的这个形状啊，各种形状你就要画出多变的形状，让它变化越多越好。好，变化越多越好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多调一点胭脂哈，多调点胭脂，然后调一点这个太清蓝，调一点太清蓝，黑色，再加一点黑色啊，加一点黑色，因为你要深哈，要深，黑色才能深得下去。这个时候我们画到这个缝隙里面啊，把缝隙里面加的更深一点，胭脂一定要多一点哈，胭脂多一点点去加太清蓝，然后加墨的时候，它才会更黑。如果胭脂不够多的话，你去加的话，它到时候干了之后它泛白啊，泛蓝，知道吗？泛蓝。好，笔尖蘸一点点黑色就可以了哈。我们趁它现在没有干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深色的把它补进去。如果等它完全干了之后，这个深色它可能就融合不进去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画小写意的啊，就不要怕麻烦啊，就一定要不要怕麻烦。你看这个深色它才更深哈。多沾点胭脂哈，尽量不要全部都是这个线条状啊，我们画一些块面的，画一些块面大一点的这种深色的出来。好，我就是笔尖可以再去洗一下，
笔尖为什么洗一下？因为我们沾了黑色啊，沾了黑色，我们要把它洗一下，我们重新调色，它才会更好看、更亮。如果说你没有洗的话，颜色弄脏了，你后面画的整朵花就越画越黑，越画越黑，越画越脏。好，洗了之后，笔上已经有水分了。我们洗笔的时候它就有水分，然后我们继续来调色，先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调牡丹红，曙红，然后胭脂哈，好，各种小花瓣啊，任意的去组合。好，颜色依次调，调到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啊，胭脂一定要经常补充，让笔肚里面保持这个笔尖是深色的，好，再来补充颜色，补充一点胭脂色啊，补充。好，再来补充胭脂。好，画出一些这种层次来啊。笔尖的时候伸不下去，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台起蓝啊，加一点点台起蓝进来，它会更深一点啊。加一丁点啊，不要加太多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，补充一点点台起蓝。补充一点曙红，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画一些反瓣啊，出来。还继续来补充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，还有这个曙红、胭脂。好，我们来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底色也没问题。我们现在画反瓣，因为这个底色调的很稀哈，感觉。笔尖可以来一点点太青蓝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玫瑰红、牡丹红、曙红、胭脂，好，慢慢颜色可能有一些比较浅一点点的啊。
笔尖再来加一点胭脂。感觉这一笔颜色调的不够均匀，我们再调一下，再调一下，再来复一下笔。一定要均匀哈。好，笔上再来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底色，这个底色是很稀的，没有关系。然后这里来一些小的碎的花瓣啊，各种，其实整朵花的这个球的地方都是这些小碎花瓣去组成。我们画小写意，所有的花瓣都是用侧锋行笔啊，侧锋行笔。好，笔上再来补充一点啊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补充一点玫瑰红，一点牡丹红、曙红、胭脂啊。现在颜色我调的有点少，调少是因为我们要画这个上面这一块啊，这一块我们稍微的颜色整体的颜色会浅一点哈。来，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，整体颜色浅一点，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。好，再来补充点胭脂，补充胭脂，补充一点这个太青蓝，补充一点墨，补充一点墨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画这个深色的了啊，深色的地方。
好，我们来继续画这一朵花，继续画这朵花。来，我们再补充一点点颜色吧，补充一点胭脂，补充一点这个太气蓝，然后再补充一点墨，再补充一点墨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。好，先来调玫瑰红、牡丹红，调玫瑰红、牡丹红，调久一点哈。调胭脂哈，调胭脂，然后调一点这个太极蓝，调一点墨啊。这里画几个这个深色的花瓣，画几个这个深色一点的花瓣啊，再加一点颜色啊，加一点胭脂，加一点太极蓝，加一点墨。好，调深一点的啊，调深一点啊，所有颜色依次的调开。好，各种小的碎的花瓣。来继续调色啊，调玫瑰红、牡丹红、牡丹红、曙红，还有这个胭脂。笔尖上加一点点这个太清蓝哈，笔尖加点太清蓝。
补充颜色啊，颜色补充充足啊，一定要把颜色调饱满。好，然后我们先画了一些反瓣，然后我们再去补充哈，补充里面的正瓣。补充里面的正瓣的时候，我们的颜色要再调深一点，调浓一些。来，我们加点水哈，加点水。来，我们继续补充了颜色之后，补充了水分之后，继续调色。像我们把颜色调上一点哈，调上一点，调到整个笔肚，调到整个笔肚。好，再调，先调玫瑰红、牡丹红、曙红，然后这个是胭脂，然后太青蓝。现在我们要补充正瓣，颜色要更深一点哈，太青蓝。然后笔尖调墨，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太青蓝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水分吧，笔上有点干哈，再来补充一点水分。
好，颜色依次的调，依次的调均匀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黑色啊，再来补充一点黑色。补充这些正半的时候，颜色要更深一点哈，颜色更深。再加一点哈，加一点这个牡丹红、曙红，还有这个胭脂、太青蓝，然后笔尖再来一点点墨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画底下的大花瓣啊，底下大花瓣颜色要更深一点。好，我们再补充一点水分啊，让水分要充足。好，来先来补充玫瑰红哈，还是先补充玫瑰红，然后牡丹红，然后颜色调更饱满一些哈，调饱满一些，胭脂哈，胭脂，太青蓝，还有墨，还有墨。好，墨多蘸一点啊，这一个花瓣墨多蘸一点。为什么这一个花瓣？这个是在最底下的一个花瓣，墨多调一点点啊，墨多调一点点。笔肚上的颜色感觉还是调的少了一点点啊，笔肚上面还是少了一点点，不够深，还是不够深啊，不够深，要再深一点才行。这个我们再来调多一点，把它拉出来，调到笔肚上面来，还没有调到笔肚上来啊。来，整个笔肚上有颜色，刚刚这个笔肚上还没有颜色，还不够饱满啊，还不够饱满。来，再往上调，把这个整个笔肚上都有颜色，这个大花瓣啊，整个笔肚上都要有颜色。来，往上调，往上调。好，然后调到整个笔肚之后，再来补充牡丹红。好，调点太青蓝。
好，我们把它加深一点啊，刚刚不够深，再把它加一遍啊，把它加深一点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台青蓝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大花瓣。好，这个纸这里有一点点不平，刚才画大一点啊，有点不平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了啊，补充一点底色。这个时候补底色，为什么补底色呢？我们后面的花瓣可能稍微浅一点点，也可以把笔洗一下。你现在笔上你不想那么深的时候，你洗一下也行哈，洗一下里面也有水分。来把这个玫瑰红调进来啊，玫瑰红还不够哦，再来一点玫瑰红。来，玫瑰红。好，这个大花瓣不要太多的这个碎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再来补充了底色之后，再来补充这个玫瑰红，补充牡丹红。补充曙红，还有胭脂，加一点点黑色啊，加一丁点黑色，不要加太多了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花瓣，最后的花瓣我们就要斟酌，上面这个花瓣颜色稍微浅一点点。哎，这个地方可以来一点点这个折痕，上面这花瓣浅一点，那我们笔上的颜色太深了，也可以把它洗掉啊，可以把它洗掉一下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。洗一下，我们重新调。这一笔的话稍微浅一点，以玫瑰红为主，玫瑰红多调一点哈，玫瑰红多调一点，调一点牡丹红，然后就调一点胭脂，就可以了。
好，看一下这个花瓣在哪里，大概就这个地方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啊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可以顺势的回一下笔啊，顺势的回一下笔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啊，看一下整体，上面这个花瓣似乎浅了一点点，补充一点颜色，我们把它补一下。就是你画到最后的时候，咱们看一下整体啊，看一下整体，如果有需要调整的地方，还可以进行一些调整。好，这一朵花的话，基本上差不多。我们再调整一下外形，看一下外形还有没有哪里需要调整的。没有哪里需要调整，我们基本上就挽可以了。像这个花瓣感觉不够深的，你可以感觉哪个花瓣感觉画浅呢，可以再加一点啊。因为确实你画深色的这个，刚开始觉得很深，等它干了之后，它会变浅。它真的会变浅啊！我都觉得这些有一些还是很浅啊，有一些还是觉得它浅呢。比如说像这些花瓣啊，我都觉得它浅了一点。好，这些我都觉得它太浅了一点点，觉得浅了的地方，你可以再调整一下，再调整一下。它并不是说不可以调整啊，画完之后还可以调整的。特别是你现在画的这个时候，它已经有一点半干了，有点半干，它更加可以调整了。好，可以了。这有几个比较亮的，不要全部都去调整。然后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在它的上面，在它的上面旁边，我们再来一朵啊，再来一个半朵的，露出一点点的，一半的，有一个遮挡关系的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再来一朵啊，在它旁边再来一朵，有多大？不是很大，这朵花。我量一下，最长有多大？最宽的地方15加8 ，15加9，15加9，15加9，24。好，我们再来这个它的上面再来一朵，有点挡住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再来一朵，来把笔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。我们下一个的话，我们可以画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，稍微浅一点点。我们下一幅的话，加一点底色去画。底色里面多加点太白，稍微浓一点点，加一点底色。底色不是所有的都加，
有些深色的地方你就直接加水，浅色的想要画浅一点就加一点底色，所以是灵活用。好，调底色还是调的放一边哈，放一边。调好之后，把笔尖去洗一下，笔尖洗一下，这样子我们调颜色的时候才会更深，才会深下去哦。不要有太多水分。来，先还是一样啊，调这个玫瑰红，调玫瑰红。这朵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这个牡丹红和曙红，直接用玫瑰红，和胭脂2个颜色。好，把玫瑰红直接调多一点啊，调多一点，然后直接调胭脂哈，直接调胭脂。直接调胭脂，也可以加点黑色，加点黑色。好，在这里还是一样啊，各种碎花瓣啊，碎花瓣。好，加玫瑰红，加胭脂，然后笔尖去加一点点墨哈，笔尖去加一点点墨。好，笔尖可以加一点点墨。玫瑰红加胭脂，哎呀，这个胭脂调的有点多，然后笔尖加一点墨，最中心的地方最深哈，这个地方让它最深。好，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加点水吧。太干了，画不动了，画不动，我们加点水。加水之后，继续来补充这个玫瑰红，补充一点胭脂，胭脂在笔尖上，黑色也在笔尖上。好，各种小碎花瓣啊，小碎花瓣。好，补充点胭脂，补充一点黑色，离着这个花前面一朵花这附近这里，它是这朵花的中心的地方，心的地方稍微深一点。好，这是新的地方，我们先画好了，我们直接画其他的，慢慢的颜色，慢慢的让它变浅啊。好，继续来补充这个玫瑰红，胭脂。它这个手机怎么会，它自己会停呢？奇怪。然后补充一点点墨。好，颜色慢慢的越来越浅了，到上面来，到上面的这些颜色慢慢的要浅。
要浅的话，我们要加底色去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加一点底色。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底色进来。不是加水了，我们现在加的是底色，调好的底色，调好的底色。然后我们调这个还是一样，调玫瑰红，调玫瑰红，调一点胭脂哈，以玫瑰红为主，以玫瑰红为主。好，加一点胭脂。好，一样的各种碎花瓣啊。就是每一种花型它会不一样，这种花我们就让它的这个边缘很碎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们用点的笔法去画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啊，玫瑰红，然后胭脂，直接玫瑰红、胭脂2种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调玫瑰红，调胭脂哈，玫瑰红和胭脂。好，继续加玫瑰红，玫瑰红胭脂，玫瑰红胭脂。再加点胭脂，加一点点墨，有一些缝隙里面稍微深一点哈。
这一朵的话在后面啊，在后面的一朵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底色，再调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点胭脂啊。再补充一点胭脂，两朵花衔接的地方，这里要小心一点哈，小心一点。好，这一朵花基本上差不多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一下，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一朵的话就可以了。这朵也是一朵绣球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个画嫩叶的颜色。嫩叶我们用3绿藤黄，3绿藤黄可以加一点珠标，也可以不加。珠标还有胭脂，这4种颜色来画嫩叶。好，藤黄。3绿啊，珠标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调这个3绿和藤黄啊，调3绿和藤黄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个，从中心点啊画一个嫩枝干。好，来画一些这个，安排一下这个叶子的一个走向啊，安排一下叶子的一个走向，大概安排一下。啊，这边肯定是还有很多叶子啊，很多叶子。后面还可以再继续加，这些地方都是有很多叶子的了。我们大概就是为什么这一步做这一步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叶子从哪里出来。
好，这是叶子的一个出处。好，大概告诉你叶子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再来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啊，画叶子的颜色也可以，我们先画几组这个嫩叶进来，画几组嫩叶。其实这种已经盛开的花，它基本上没什么嫩叶啊，不画也行哈，基本上不画嫩叶也可以，我们在花苞上去画嫩叶啊。好，我们来这个花的话，我们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，叶子，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啊，用这个花青藤黄，来我们垫一下，调这个颜色的时候垫一下，花青藤黄加墨啊。加点墨，咱们画血叶，不要把叶子画太绿的，就是画的稍微沉稳一点啊，加一点墨进来，不要叶子不要太绿啊，加墨。哎呀，水加多了。墨绿色，然后我们画的时候笔尖蘸浓墨啊，画叶子的时候笔尖蘸浓墨，墨绿笔尖蘸浓墨，然后去画叶子。来，我们一组组的来。好，我们先来这一组。好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啊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个是一片叶子。再蘸一点墨绿，蘸一点浓墨。好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蘸一点墨绿，蘸一点浓墨。好，再蘸墨绿，然后蘸浓墨。我们画这一组，底下这一组啊，看一下看不看得到？看得到吧？这一片叶子我们可以画大一点哈。
整个笔肚都按下去。笔上如果你想浅一点，就加点水。这边有点看不到，往上拉一点点啊。好，蘸墨绿色，笔尖蘸浓墨。蘸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这叶子很多啊。想要浅一点，我们笔尖去蘸一下水，然后直接蘸这个墨，蘸一点水，直接蘸墨，蘸一下水，直接蘸墨。往上好，往上好，我们继续蘸一点墨绿色，然后笔尖蘸墨，这里就破边呢。好，再来蘸一点，这里来一点淡淡的叶子出来，有浓有淡有变化。这边破边的这里都把它画满它，那这里有很多叶子，这一组。好，叶子密的地方让它很密啊。这个底下也来一点淡叶啊。好，这个多的地方，叶子多的地方让它很多。来，继续我们蘸一点墨绿色，然后蘸这个浓墨。好，这边这个地方叶子要很，这块肯定叶子都是很满的了。好，再来蘸点浓墨底上面这一组叶子。蘸一点墨绿，蘸一点浓墨，一点墨绿蘸浓墨。
好，蘸点墨绿，蘸浓墨，这里再来一组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枝干啊，这个嫩枝干，我们把它接上。好，其他的没有接上的，我们补一下。好，这个叶子很多啊，很多很多的叶子。三绿藤黄，三绿藤黄，然后这个竹标胭脂。好，画一些这种花托，加上一点红色。好，一个简单的花苞，然后我们画一些这个叶子。好，画3组叶子就可以了，不用太多了啊。好，画叶子我们用这个嫩绿色，藤黄三绿，藤黄三绿，然后加点珠标，珠标加不加都可以，然后笔尖加胭脂，画这个叶子啊。好，三绿藤黄，珠标胭脂调和，画这个嫩叶。嫩叶也是一样啊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笔上太干了，我们要蘸一点水，再调这个三绿藤黄珠标胭脂。好，画这么多就可以了。来加老枝干，把这个
像这些缝隙的地方可以加黑一点，因为这里肯定是很多叶子的了，很密的。好，这上面来了一个花苞，哎呀，我这个要轻轻的往下拉。往上拉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一些，现在目前画好的这一些，目前画好的这些它已经可以成一幅画了。我们勾一下叶筋哈，勾一下叶筋，然后它都是独立的，我们上面如果再加的话。上面再加的话，它也是这下面不加的话，它也是可以独立成画。勾叶筋这个用笔一定要干脆啊。啊，这里加一点嫩芽。这个嫩叶可以不用勾叶筋，像这个的话，因为我画嫩叶的时候，我就特意没有把它调得很均匀，让它这个胭脂在里面有一些痕迹。这样子，这个嫩叶可以不用勾哈，可以不用勾。目前的话，这一幅已经成画了啊，已经成画。我们再加的话，怎么加往上加都可以。